今天的盘面让大家都有点紧张啊！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分析，说是因为贝森特昨天夜里突然指责我方谈判代表，导致市场认为中美贸易的前景暗淡，进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大家要看到贝森特和川普在发言之后几个小时的表态，又说如果我方愿意放宽稀土管制，美方呢是愿意退让的。换言之，我们这次虽然是正当防卫，但是这次的反制并非是普通的警告，而是要坚持到底的战略反攻的号角。不管对方退或不退，我们必然要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今天聊一下我的判断。前天3季度经济座谈会上，咱们家领导都开始手把手的教参会人员要如何构建回答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理论指导了，提出了4流支撑来看基本面的建议。可是呢，这几天各种专家和外资机构就还是能硬着头皮继续唱衰，也是一大景观啊。加上本周中美摩擦加剧，市场承压，又让某些人找到了可以发挥的机会呀。尤其是这几天各种金融数据公布了，有些人真的就是已经抽象到了同一个数据、同一套理论体系，只要抛开事实不谈，就能用各种假设性的前提得到自己想要的结论，或者说华尔街想要的结论。举一个奇葩点的例子我才看到的，一位财大的老师说9月的社融数据虽然8.7%的增速很快，但是增速最快的是政府融资，企业的贷款增速只有 6.4%， 是前者的1/3。然后就开始强调，政府不是直接创造财富的，是管理职能，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实体经济。这个概念它偷换的就很好，不直接创造财富和不真正创造财富，但这完全是两码事从任何普通人的认知上来说，就能明白基建的改善会有多大的经济赋能的价值。这几天工信部提出的要将城域网络提升到毫秒级运算，就是这个消息的价值就不只是一句不直接创造财富能定义的。而从学理上说，经济的外部性不是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吗？用偷换概念做前提，然后经过一番看似合理的充满数据的分析，得出一个暗戳戳的结论，基本面堪忧。而同样的数据就是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月的降幅都在同比缩窄，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还上涨了 1%， 涨幅连续第5个月扩大，为近19个月以来涨幅首次回到 1%。 数据和概念其实本就是可以被通过不同的分析角度任意打扮的，如果不能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做分析，只看数据并不能完整的反映经济情况。尤其是我国这种人口市场规模和制度优势原本就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当年做归纳推理时的框架，所以无论是唯 GDP 论还是现在看统计数据与金融数据，最该做的是回到实际情况中去分析。环比是比本月和上月，同比是今年比去年，同比差异和环比差异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哪些是因为今年我国的反内卷式竞争改革带来的发展转向的数据体现，哪些是全球能源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这也是我一再强调，要理解世界地缘，理解经济历史脉络，才能得出切合实际情况的结论的原因。不只是我在质疑目前一些机构和专家的分析脱离基本面，还大谈基本面，上面也在明确的提出要求和指导就是前面说的第3季度座谈会上面，是继24年7月提出全面准确掌握真实情况的要求之后，第2次对与会的专家企业家讲述分析经济形势的方法论，要求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以更宽的视野准确把握，从5年规划的实施来看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参会的是4位学者和4位企业家，他们做了汇报之后，高层给了这样一番建议，这无异于是在说与会者所反映的情况不够真实全面，视野太窄，观察的时间维度过短嘛。那再结合以花旗、高盛、大摩等机构的口径为主旋律的那套基本面分析套路，现在的很多宏观分析的风格其实是因选取的切入角度、分析框架和标准的不同，可以得出千万种结果来吗？事后来看也不怎么反映当时的情况。比如大摩不就是各中翘楚吗？属于是无论你觉得好极了或者是糟透了，它都能以抽象的数据作为支撑。这其实是因为理论框架本来就失效了，导致理论根本不能指导认识情况，于是就会出现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先这么觉得，然后顺着自己的感觉一找数据肯定能圆上。大摩的团队2季度的时候说，1季度咱家的外贸数据好，是因为美国市场担心冲突，所以要囤货。3季度的时候说呢，2季度外贸好，是因为贸易战爆发了，还是要囤货。好
3季度我们的外贸还在增长，他就不提这茬了。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留意啊，第3季度的外贸数据就是在我们给出反击的组合拳之前公布的。另外2家高盛和花旗之前还言之凿凿的悲观预期，现在被无比的打脸。截至9月，中国的出口进口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双增长，进一步降低了对美贸易的依赖度。现在美国市场在中国的外贸中占比已经低于10%。实际上，无论是说水牛、疯牛、基本面不支持，还是说经济承压的判断，归根结底不就是因为中国面对美国的关税讹诈和国际贸易垄断不肯跪吗？他们想证明的其实是我们离不开美国的市场，离开我们要完，或者说想让我们相信我们离不开美国市场，美国就代表了全球化。而我们的出口数据其实就是在用实际情况证明，美国的市场并没有那么重要，美国已早不代表全球化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全球制造国是需要市场的，可是全世界都可以是我们的市场啊！如今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3大贸易伙伴都是我们，这才是基本面。更有意思的是，英国对我们的出口增长竟然是排名世界第1的。为了有生意做呀，都顾不得最铁的盟友daddy的限制了，这才是基本面。我国的出口产品中，高价值工业品的占比越来越高，比如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高达54.9%，早都不是衬衫袜子了，这才是基本面。而如果真正要建立一个对我国经济基本面的认识，需要的就是更宽的视野、更长期、更重视方法论和理论框架的创新才行。所以就在会上给出了4流支撑这个指导，即从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支撑来看经营主体的活力，而不是用单一的投资、社融、主体数量等传统抽象的指标来判断。